看见爱宝望向福宝照片目不转睛的眼神，才明白没有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女儿。即便艾女士被二胎孩子们搅和，她也要紧紧抓着栏杆，从短短的视频里获取宝贝女儿的现状。或许是看到福宝得到更好的照顾，一向要强的爱宝眼里不自觉地泛起泪花。福宝回老家后，伤心的可不只是饲养员，亲手将宝贝带大的爱宝才是最关心的那个。平日里一点不愿意给老宋好脸的爱宝，却在对方汇报福宝的情况时竖起耳朵认真倾听。爱宝，福宝중국에 잘 도착했대. 사과도 먹고 죽순도 먹고。得知宝贝闺女一切安好后，艾女士还不忘乖乖点头向奶爸示意。虽然福宝已经离开妈妈，独自一雄回到自己的祖国奔赴新雄生，可爱宝和两个小闺女的相处模式却处处都有福猪猪这位嫡长女的影子。爱宝抱瑞宝辉宝的姿势和当初紧紧搂着大闺女一模一样。她在带二胎的时候，可能也在想着今后不能再见的福宝吧，因为福宝是艾女士的第一个孩子，第一次当妈的她给了大闺女全部的爱意。福宝打小就被妈妈护在身后，只要场馆内出现异响，爱宝就竭尽全力维护宝贝闺女的安全。都说为母则刚，福宝被妈妈圈在怀里的这一刻，真的让人感受到母爱的伟大。爱宝明明不喜欢爬树，却因为福宝遇到危险而屡次破例。经常上树营救调皮捣蛋的闺女，宝贝不肯回家的时候，也是她爬上树收猫喊对方回家吃饭。福宝独立的那段时间，艾女士担心不已，每天吃不好睡不好，还不停环顾四周寻找孩子的身影。即便是饲养员掰好的竹子放在一旁，一心只想要闺女的她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江爷爷看监控发现爱宝愁得睡不着觉后，便让福宝来见妈妈一面。直到晚上母女俩久别重逢后，愁眉苦脸一整天的爱宝才露出久违的笑容。爱宝得到一大块窝窝头后，明明自己也舍不得吃，却愿意将食物分给宝贝女儿一半，还非要和福宝面对面坐着。江爷爷都被这对亲密的母女俩整笑了。爱宝，그 아까운 걸 후보한테 나눠준 거야? 엄마가 그렇게 큰 옷도 줘서 고맙네, 그지? 근데然而福宝也对妈妈同样大方，还主动帮对方剥竹笋。果果面前无母女这句话对他俩来说绝对是空谈。相信福宝心中也会思念着妈妈，毕竟母女俩的感情可不是一般的好。直到看见于可跟于爱分开后，开始讨好妹妹，才明白兄妹俩的感情永远天下第一好。原以为可可骑在妹妹身上是想吃笋笋，没想到她竟直接摘下笋给了于爱。难怪都说爱不爱失去一次就知道了。两小只经历分离后，感情更进一步，而兄妹俩的感情也绝不是黑子造谣的那般。当于可遇到危险挂树上迟迟不能下来，是爱姐第一时间赶来，用小小的肩膀拼尽全力拖住哥哥。于可同样是妹妹的守护神，调皮捣蛋的爱姐一言不合就爬上窗户，小家伙刚上去就吓得一动不动。顺妈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于可就飞奔过来用手拖住对方。明明自己还是个孩子的她，却使出吃奶的力气解救最爱的妹妹。这天虫洞正在施工建设新场地，不明所以的于爱被一响吓到，一旁的可可想安慰妹妹，奈何对方只给自己一个后背。于是，一心只想哄妹的他绕了一大圈，也要钻进小爱的怀里，给个大大的拥抱。前段时间，于爱拉虫虫身体不舒服，于可也会来到妹妹身边贴贴，还撒娇似的用脑瓜蹭蹭对方。小爱同样会回馈哥哥的爱意，忍着疼痛也要伸手摸摸大壳子，表示自己没事。可可爱爱也是离不开对方的存在。这天，于可现役不出外场后趴木架上睡觉，小爱找不到哥哥后焦急万分，宝贝满场疯跑，来来回回折返10几次。于爱好不容易看到心心念念的哥哥后，过独木桥都是满脸笑意。走到对方面前，也要宠溺的摸一下脑袋，内心 OS： 臭哥哥你去哪里了？想当初二顺离开孩子们独自居住时，两小只都适应不了妈妈不在身边的日子。于可整日坐在门口等待，连平日里最爱的竹笋都没有任何胃口。小爱察觉到哥哥的情绪后，不仅将兄妹俩共同的竹笋留下来一大板，还特意来到门口陪哥哥一起等妈妈。于爱看到隔壁的莽姨和小五打闹时，也不免想起来自己的妈妈。一向要强的爱姐还是忍不住难过，大可子便学着妈妈的样子紧紧抱着妹妹。虽然兄妹俩经常打打闹闹，但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小学鸡互啄。上一秒还做出战斗姿势的爱姐，下一秒就被哥哥亲亲。这小子还一脸宠溺地看着妹妹。若真像黑子们说的那样，于爱害怕哥哥，小家伙怎么可能抱着对方狂吸？于可还保持一动不动，任由妹妹辱自己。只能说于可于爱的兄妹之情是刻骨深情的，两小只早就成了彼此最大的依靠。看到小奇迹主动和狼奶妈贴贴，才发现国内饲养员对大熊猫有多尽心。小奇迹一看到奶妈就忍不住上前，还把装满笋的玩具拿来，边干饭边用满是爱意的小眼神看着对方。看到母子俩对望的这一刻，就知道如今的小奇迹多有安全感了。如今的小奇迹每天都在耍宝整活，身为神树坪1号显眼包的他，不是挖煤采矿将自己整成煤球，就是大半夜偷偷行动拆家。这小子还总喜欢爬到树上瞅着隔壁邻居。五一期间，仔仔直接放飞自我，趁着月黑风高把院子里的木桩都扔飞了。奶妈第二天收拾残局时，小家伙还龇牙咧嘴，满脸气呼呼的表情。每当游客一多，小奇迹就开始整活。上一秒还在扒墙点餐的他，下一秒又表演起来兔子跳。只能说宝贝回国后的性格真的大变样了。
一个有应激曾经看见饲养员躲的小社恐，短短几个月就变成阳光开朗的小社牛，足以证明奶爸奶妈付出了多少心血和精力。王奶爸宠孩子没底线早就已经众所周知，好大儿将家里搞得一团糟后，王奶爸非但不生气，还对着游客疯狂夸自己的孩子，连嘴角都咧到耳后根了，因为在他眼中小奇迹永远是最完美的小熊。这小孩从小就聪明。小奇迹在内舍玩耍的时候，刚刚收拾完青团的奶爸离开之时，还不忘和宝贝互动，为了逗孩子头都摇成了波浪鼓。这相处模式像极了人类幼崽和他的老父亲。即便王奶爸和小奇迹抬头不见低头见，可他还是忍不住看孩子。当仔仔在外场吃播营业时，总是能在不远处看到奶爸的身影，他真的在时时刻刻守护着自己的宝贝。平日里只要一出太阳，奶爸就会将宝贝的竹笋摆放到阴凉处。他每次给宝贝在外场加餐后，都会特意来到小窗口向对方示意食物的位置。看到孩子等待干饭时翘首以盼的小眼神，王奶爸也要递给对方一根竹笋解解馋。只能说王奶爸对小奇迹的细心也是有目共睹的。狼奶妈同样将小奇迹当成自家孩子。因为五一假期游客太多，他担心仔仔不能适应乌泱泱的人群，便一直在外场默默守护着，还不断招呼着对方找大竹笋，用实际行动给了小家伙满满的安全感。当恃宠而骄的小奇迹找奶妈要零食时，他边摇头边用手比划，仅仅是一个手势，宝贝就能看懂，足以体现狼奶妈和小奇迹沟通的成果。有全世界最好的奶爸奶妈宠小奇迹，挂念海龟大熊猫的猫粉们怎么能不放心呢？回国3个月后，丫丫的变化简直判若两雄。近日北洞又更新了长公主的动态，只见一大早奶妈就扛来一堆新鲜竹子，还贴心的将比较粗壮的竹竿劈开，生怕丫丫吃着费力。丫丫先是坐在最常待的地方大口炫着笋笋，旁边放着解暑降温的冰块，身后还有萌兰同款玩具大红盘。只见丫丫幸福的背靠着竹海，嘎嘣嘎嘣吃的超级香，一抖一抖的耳朵就能看出内心有多愉悦。吃完笋笋后，丫丫来到竹海面前，上演了一场超用力的徒手掰竹子，这龇牙咧嘴的表情一定是跟萌儿学的。不禁感叹，如今的丫丫与之前相比简直大变样，肉眼可见的长胖并有了小肚肚，皮大衣越来越厚实，还焕发着光泽，可见北洞是真的将她捧在手心里疼爱。当初为了迎接丫丫的到来，北洞连夜从四川运输新鲜竹子，并提前准备好丫丫的主食和水。丫丫到北洞时已是深夜，李奶爸抱着一大捧竹子去机场迎接她。回家后，奶爸又采来最新鲜的竹笋给她加餐，而丫丫坐在竹海中吃的一脸开心，直接笑成了表情包。在兽医和奶爸们的精心照顾下，丫丫回到北洞1个星期后，身上的皮肤并肉眼可见的有所好转，屁股和后背长出了许多小绒毛，并且在北洞的竹海攻势下，丫丫半个月的时间就吃出了小肚腩。虽然脸型依旧尖尖的，但长公主干饭的架势却让人十分放心。在北洞奶爸奶妈精心的呵护下，丫丫再也没体验过饥一顿饱一顿滋味。每天一睁眼，面前全是绿色的竹海，还拥有了萌兰同款大红盆与铁王。就连胖大海熬夜编织的鸡笼也被奶爸拿到了丫丫院子，独留胖大海原地哀嚎，谁偷了我的鸡笼。随着天气也越来越炎热，奶爸就给长公主安排了凉席更快，并且院子里还开启了喷雾设施。可以说如今的丫丫才真正活成了国宝的模样。回想当初丫丫在孟菲斯动物园的遭遇，无数国人心痛落泪。那时的她55秒磕头29次都换不来一口吃的，饲养员甚至会故意将竹子插到最高处，饿到不行的丫丫怎么也够不到。等到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根竹子，丫丫却发现枯黄的竹竿怎么咬都咬不动。长时间的饥饿导致丫丫肠胃十分脆弱，经常出现拉肚子现象，心理加身体上的折磨让丫丫瘦骨嶙峋，并且那时的她还患有大面积皮肤病。毫不夸张地说，身上一块好的都没有。如果不是乐乐用生命给妻子换来了一张回家的机票，丫丫现在会是什么情况根本不敢想。好在苦难的日子都过去了，为了等待丫丫的只有幸福生活，而看到她如今被满满的爱包围着，相信乐乐的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萌兰凭什么成熊猫界顶流明星？首先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代表作越狱。要知道三太子一直以为自己是被拐卖的，为了从人贩子手中逃脱，踩着一颗大红球翻过墙头，成功完成了越狱。不过后来被奶爸拿着美食诱惑了回去，作案工具也被无情收走，但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可以说萌儿院里但凡能移动的玩具都被他拿来垫过脚，只可惜萌兰逃跑大业一直在失败的路上。代表作2铁王座烫地。众所周知，萌儿凭实力获得了铁王座，但由于最近天气炎热，铁王座摇身一变成了屁屁杀手。三太子愣是被烫得失去了表情管理，对着罪魁祸首就是一通骂骂咧咧。木叔心疼萌儿就给了他凉席，本以为用不了几天就会被这小子霍霍烂，没曾想萌兰对这款隔热神器甚是满意，每次营业时他就会手动将凉席垫在王座上。这凉席是萌兰自己垫上去的。这下萌兰终于成功保住了屁屁，西直门三太子又恢复了以往的霸气。看来他也是个雄精，啥东西对自己有好处倒是心里明清。代表作3收猫。当萌儿看到司汤圆不回家急坏奶爸时，立刻化身小狗腿子火速爬树帮忙收猫，即便司汤圆把他的脸咬变形了，
萌兰还是勇往直前，连踢带踹将对方弄下了树。得到奶爸奶妈的夸夸后，萌儿十分骄傲，屁颠跟在奶爸后面回家了。代表作4：深夜食堂。别看现在的萌儿是个社牛，她小时候却是一只实打实的社恐熊。萌兰刚去动物园的时候，谁也不认识，不敢与其他小熊交流，就一直吃竹子。晚上别的小熊都睡觉了，她还在吃。结果第2天，其他小熊们只能饿肚子。最后，萌儿凭一己之力带动了熊界深夜食堂。大半夜一堆熊猫4仰8叉吃竹子，其他熊表示不敢睡，真的不敢睡。代表作5：与谭爷爷一问一答。当谭爷爷喊萌兰收猫时，萌儿听到呼唤后一路狂奔，一边答应着，并且爷爷每叫一声萌兰便回应一次。为了不让对方等太久，机智的萌儿还学会了挑衅道，即使整只熊累到不行，但听到呼唤后又立马熊不停蹄往家跑。如此贴心的萌儿，难怪会成为谭爷爷的心头好。代表作6：告状。因为与萌兰同期的小熊基本都是双胞胎，所以萌儿小时候没少被欺负。但小熊金萌兰被小伙伴咬屁股后，直接委屈巴巴的跟姨姨们告状，奶萌的小模样不知融化了多少姨姨的心。你们看到了吗？有人欺负我，气死我了！而最近顶流男明星萌兰又整出了新货，只见萌儿背对着游客直接上演了一场钢管舞。算了，跳了半天掌声都没有，走了，啥也不是。这妖娆的身子加上骚里骚气的气质，让人不禁惊呼：这还是那个威武霸气的西直门3太子吗？网友们还知道萌兰的哪些代表作呢？看见刘奶爸伤心到一夜白头，才明白大熊猫翔翔的死对他打击有多大。2007年2月，当救援队在半米厚的雪堆下挖到大熊猫翔翔被冻僵的尸体后，饲养员刘斌悲痛欲绝，悔恨交加。等到他再次出现在同事面前时，竟满头白头。出了血，整整找了可能有1个月。翔翔是人类首只放归野外的圈养大熊猫，它与福福本来是一对孪生兄弟，但为了方便对照实验，翔翔1岁多便肩负起野化训练的重任。起初，翔翔以为刘奶爸只是放自己出来玩，兴奋地在草地上打滚奔跑。但当他逛了一圈想回家时，却发现周围的人与奶爸都纷纷离去。这时，翔翔才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他十分惊恐，拼了命地追过去。之后的几天，翔翔一直蹲在门前，等待最爱的奶爸接自己回家。整只熊变得又虚弱又憔悴。刘奶爸看到后焦急万分，在他的不断请求下，领导终于同意给翔翔一些胡萝卜果子。看到奶爸出现在自己面前，翔翔如同一个微了蛆的孩子，眼泪汪汪地扑到奶爸怀里，仿佛在说不要再抛下我。但刘奶爸也无能为力，为了野培实验，他只能忍痛再次告别。翔翔无奈，只能自己寻找食物和水。孤苦无依的他躺在这片危机四伏的森林里睡觉，独自在野外的日子，翔翔慢慢学会了觅食。看到毛孩子的进步，刘奶爸去看他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而成为山大王翔翔对人类也变得冷漠，就连奶爸想要靠近他时，他也会咆哮着将他驱逐领地。在艰苦的环境中训练了3年后，翔翔5岁那年被正式放归到野外。当笼子打开的一瞬间，他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可由于没有掌握足够野外生存技能，在一次搏斗中，翔翔受了很严重的伤，整个背部被撕裂开来，后肢脚掌也多处受伤。奶爸发现后心急如焚，带救援队来到他身边。翔翔满眼委屈望着最爱的奶爸，刘奶爸再也不想让毛孩子出去受苦，便向上级提出将翔翔收回。但有人觉得野培试验成功只差最后一步，因此奶爸的建议被驳回。然而翔翔伤势还未痊愈，就再次被放归。对人类彻底失望的他没有一丝犹豫，咬了一口奶爸后头也不回的坚定离开。然而仅仅过去1个月，就传来了噩耗，翔翔在一次搏斗中不小心跌落山崖，带着心中的恨永远闭上眼睛。而将他从小养到大的刘奶爸，也因为自责一夜白头。最终迟迟走不出来的刘斌从基地辞职，带着对翔翔的愧疚消失在人海。